嗨，大家好，我是Leo。今天这个影片呢是新型号开箱的第4集，那要来开的就是你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574U。那其实我在之前的影片呢，就是已经有预告说，就是我这一双是抽到的。其实在当初去年它发售的时候，第一波的时候就还蛮想买的。那时候蛮想买的原因是基于对于这种 New Balance 新推出的型号，我自己都有一种好奇感。不过那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抽到，然后去年下半年之后，我的心态有比较偏向于说，不想要追高去买鞋。那可能那时候这一双的对我来讲吸引力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想说边走边看好了。今天的这个影片，我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收到之后，真的觉得这一整个这个 project 的设计呢，真的是非常的棒。其实在我最近的这种开箱影片，我也很少拍这个角度。今天这影片呢，我想要就直接从这个开箱的部分来做解说这样子。那如果说你看完之后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首先呢，它这个整个是一个特制的盒子哦，就是上面这边有印这种图案。然后呢，这个箱子的材质呢，跟我想的是有点异，我以为是那种厚纸板，不过它只是还算中等这样子。那摸起来是还蛮不错的。那上面就是有这个图案之外，这侧边呢都是有它设计的标准的图案，然后包含这个这边 Salihli Bunbury 跟 New Balance 的这个特别图示，它都是有特别的去画过。那这双型号是 MS574YSE， 那我一样是买我自己的尺寸10号半。那大小的部分我等一下再做说明。看这边，它又有另外不同的图案，边再转过来，它是有它这一次的主题 Peace Be a Journey， 然后这边有5个 New Balance 的 logo， 然后 Salihli Bunbury 的这个部分。那这里面就是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它其实包含这个衬子也有特别设计过，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New Balance 跟 Salihli Bunbury 这个特别的 logo。所以我觉得这个 Salihli 它在设计这整个专案的鞋子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好，那我们现在换一个场景，我想说，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容易解说。那这次我买的是黑色的款式，当初发表的时候是藏在一个边边的角落，就大家比较没有看到。不过这一次实际上就是在发售的时候，它算是一般发售的版本，那只有青色的那一款才是 Salihli 网站上面的限定款。那我们来大概看一下这个鞋子的外观。这鞋子呢，它的大小非常的大哦，就是因为它这个底的关系非常大。那我们首先从前面这边来看，用的这个网布呢是网目比较大的这种网布，可以看到说它这个网目真的比较大。那前面这2块呢是属于 3M 的地方，就是你会看到说它有点微微的发亮。然后鞋子的这部分呢，它也是用了这种网布跟块海绵的方式来组成的。鞋标部分它就是有 New Balance U574的这种印子。然后侧面的部分呢，它的 N 是属于一个就是塑胶的这种 N， 那它其实边框是有框上黑色的这种设计，然后它的麂皮呢是属于比较长毛的这种麂皮。那另外在这边呢，它有一个 Salihli Bunbury 的这个标志，那它的底呢是摸起来这都是软的哦，那就是有做的比较很像那种怪兽牙齿的这种形状，那给人家一种比较野外的那种感觉。就这部分这几块，它是属于这个 Absorber SBS 的部分。那另外这边就是一个螺把，它这个螺把的科技呢，就是之前在585上面常常用到的，就是它是属于一个相对具有支撑力跟稳定性的这种设计。那背后这边呢，就是有这2块，很像是之前 Absorber 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底子的部分呢，它其实是有用一个纸把它套住，应该就是怕说有人去把它吹这样子。那这上面呢，你会看到有一个 Yolt 的这种 logo 的这个印字，然后另外一边也大概看一下，就这边呢就是有点像网格的这种部分。然后这一面呢，内侧这一面它就是没有 SBS的感觉，然后前面这一块就是皮革的部分，它是一个紫色的皮革，然后摸起来是
蛮软的。这个整个大底呢是做成蓝色这种大底，然后就是有点像是踩到东西，像是有一些图案在上面。这个底呢，我记得我之前是有在997S 有看过，所以它这里面应该是一个复合式的中底的设计。那因为我们没办法把它切开，所以就不确定说它里面到底是长怎样。然后另外这一款呢，就是它的这个标示是在侧边贴在侧边的部分了，我记得是2021年的9月，应该是当初它是整个系列都有一起做完，那只是说那时候有2个颜色先发，那后面3个颜色是到今年就比较晚才推出这样子。然后它这个鞋子的地方呢，它其实有做，这边是网布，就是有一个有点像海绵这种网布，然后另外2边呢，这边就是有点像一个固定片，所以说可以防止这鞋色在穿的时候比较不会外泄掉这样子。那这是整体外观的部分。然后尺寸的话呢，就是有看过 IG 上面有人把这个574U跟992做过比较，然后因为它这就是背后这个跟 Hero很像的这个，它有一个突出的地方，所以这整个鞋子呢，觉得它非常大。大家当然会觉得说好像大上半号或是1号，但是实际上它内里的空间呢，其实我觉得说是还好。我自己是买10号半，那我在套的时候就是发现它其实就是还蛮刚好，就是前后都还蛮刚好，就是说背后这边你会觉得说有点很贴你的脚跟，整体的感觉我觉得是尺寸是刚好。那要不要买大半号呢？可以视自己的选择这样子。那脚感的话呢，就是因为有这个鞋垫的关系，这个鞋垫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凹凸的这种设计，它本身就是很一般的这种海绵鞋垫，因为它没有特别标示说它的材料是什么。但是这鞋垫其实看起来蛮薄的，但是其实你在穿的时候会觉得说，它这个凹凸的这种设计还提供了一个还蛮软的那种感觉。那这上面是有特别的印字这样子。然后整体的脚感就是因为有这个鞋垫的关系，所以说在这个脚感上面你会觉得说穿上它的感觉没有那么硬的感觉，就是因为有那鞋垫比较软的那种支撑的感觉。然后虽然说它整体算是中等偏硬的那个走向，但是其实走起来也没有说到很硬，我觉得是算还蛮刚好的。然后因为它整个这个鞋底很大的关系，所以就给人一种很稳的那种感觉。当然也是因为这个鞋子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粗犷的这个外形所以就会觉得说是一个算是比较穿搭的这种鞋子。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个574有什么好买的？我觉得其实包含这一次这个整体外箱的这种设计，然后还有整体就是上面很多小细节的设计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一双算是非常值得收藏的。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品牌或者说对于这个整体设计有喜好的话，其实这双鞋子我是还蛮推荐买来收藏的。我当初自己在收到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特别，可能是我真的开过很多鞋子，然后每次一开就觉得这就是一双990V3嘛，就是换了一个新的颜色。但是在收到这双鞋的时候，我觉得它带给我还蛮多惊喜的，除了包含着外箱的设计之外，然后还有包含鞋子上面很多的小巧思，我都觉得说 Salihli 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设计者。对于这双鞋子来讲，我收到它，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 Salihli Bunbury 跟 New Balance 联名的574U的一个影片的分享。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留言，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谢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次看到见，拜拜。